2021年4月8号，睽违1年半，我终于要坐飞机了，来一趟3天2夜的澎湖之旅。我是乡巴佬，好久没有去坐飞机了，没有什么人吗？看这是国内线的。就算只是坐飞机，都有满满的幸福。你们觉得有一种出国的 feel？ 对，错觉。今天就来盘点出访澎湖的10大景点。第一站，澎湖跨海大桥。这座桥接连白沙、西屿两岛。西元1970年通车，全长2494公尺，为当时远东最长的跨海大桥哦。跨海大桥两侧的侯门水道与造型为半圆形拱门的跨海大桥，成为游客必访的景点。这边的地平馆。第二站，二坎古厝聚落。位于西屿乡的二坎村是单姓血缘聚落，开基属陈廷义，于清顺治年间从金门迁居于此，道光年间逐渐发展成聚落。甲午战争后，传统经济衰落，青年陆续到台湾工作，村落逐渐没落。陈家古厝为陈岭、陈八两兄弟移居台南经营中药行致富后，西元1910年返乡扩建原有的古厝而成。你一定是知道自己很受欢迎，对不对？好想知道。多久，对不对？好可爱啊！哎呀，你把它弄跑了啦！建筑的建材以使用在地的古老石及玄武岩为主，建筑风格融合了闽南及二坎特色，无以诸多类型的传统工艺做装饰，整体艺术风格庄严而朴素，典雅而生动。二坎聚落于民国90年成为国内第一个传统聚落保存区。不要死，大家拢好。啊，我这里很啊。这个要有感情。十位3分去台湾。3分去台湾。破第一正经的。你啊。近年来，为了活化这个聚落，二坎村聚落协进会在这里发展许多具有在地文化特色的小型展览馆，行走于此都有满满的怀旧风情呢。第三站，大果叶柱状玄武岩，位于西屿乡的池东村的东南边，是澎湖易达性最高的柱状玄武岩。因为大家所熟悉的澎湖柱状玄武岩均位于外岛，需搭船前往，多半只能海上远观。日治时期为了交通建设而开发大果叶，挖土造港时意外发现这个玄武岩。由于这里出土时间较晚，常年覆盖于表土下，不仅颜色较黄，玄武岩节理也保存得相当完整。下雨时会倒映出壮观的玄武岩，应该相当唯美吧。第四站，大义宫，位于西屿乡竹湾社区，庙龄近200年，侍奉温府王爷与武圣关公。陈坑一带，因为避冰灾，所以陈藏在这里。是澎湖唯一合法饲养海龟的庙宇。因为当年民间信仰的关系，渔民将捕获了海龟送往宫内放生祈福。后来繁殖越来越多，在信徒集资下，将地下室改建成由珊瑚礁辟建的海底龙宫，底下几乎由孤老石砌墙而成。爬不上去，不想上去休息，它就会那个转弯。它真的，哇，好酷哦，真的。第五站，通梁古榕，位于西屿乡竹湾社区的保安宫前，有棵树龄300多年的老榕树。传说300多年前有烧厦门的商船，在侯门水道遇上船难，不少物资漂流至此。其中一株树苗漂流至岸边，为村民拾获，便栽种在保安宫前。随之滋长成一株有97条气根的大榕树，形成一大片茂盛茂密的树林，成为民众纳凉避暑的好地方。
以前是沙地，真的。沙地啊，以前进来都是那种空气什么之类，所以民国85年后就开始慢慢整理整修。真的。然后这里都是新做的，新的气根，你看又出来了。保安宫主事康福王爷，据说100多年前，一艘清朝的总兵战舰遇到台风，在此海域搁浅多日，迟迟无法脱困。某日在当地鸡同传达神谕下，透露当天凌晨3时必有神助，果真掀起风浪，船只有如神助脱离浅滩。总兵为感念王爷公赐神机，特颁赠神明显印匾额1块，旁边有一些小吃摊哦，菜花枝真的很好吃哎。仙人掌冰当然也要来一个啦。第6站，笃行石村眷村文化园区。第2天一早，我们来到的笃行石村，位于马公本岛西南侧，又名金龟头，是全国历史最悠久的眷村。日治时期沿用清领时期妈宫城内西侧的练兵场，作为赛司令部和马公重炮兵大队的驻扎地。随着编制扩增，宿舍不敷使用，陆续新建日式木构造独栋和双拼宿舍。1949年国民政府来台后，改为澎湖防卫司令部军官眷舍，命名为笃行石村。随着大量军人进驻，居住空间严重不足，军方于是将原有独栋建筑割为2户，双拼改为4户。住户又在庭院内增建住宿空间，形成了大杂院景象。由于这里尚存完整的眷村建物与聚落纹理，澎湖县政府在老屋翻修后改造为文创园区，找在地艺术家布置园区，营造浓浓的怀旧风。例如已故歌手潘安邦张雨生的老家，就成为潘安邦纪念馆与张雨生故事馆。这里有许多角落，有如怀旧剧的片场，吸引许多观光客拍照，成为著名的完美景点。第7站，顺城门与妈宫古城墙。继续往旁边的海岸走，就是妈宫古城墙了。妈宫城亦称澎湖城，也称光绪城，是清领时期最后建造的防御性城池。西元1887年，澎湖镇总兵吴洪洛奉刘铭传之命建造此城，如今随着年久失修，只剩下顺城门供大家凭吊。据说这边天气好的时候是绝佳的日落景点，可惜我们来错时间，只能期待下次有缘再见喽。第8站，天后宫与四眼井。位在马公市的市中心，建于西元1604年，为全台湾最古老的妈祖庙。西元1683年，福建水师提督师郎奉命攻台有成，为了答谢妈祖，显灵助攻，遂而奏请康熙皇帝加封妈祖为天后，因而命为天后宫。无论是建筑或是雷金画、石雕、木雕、凿花园、彩绘等等，皆出自唐三名将之手，富有极深的艺术造诣。庙中还典藏了全台最早的古碑，鲜有龙、玉兔、红毛番、尾麻狼等制碑，足以彰显天后宫在台湾文化资产上的国宝地位咯。继续前往中央老街吧。中央老街俗称顶街，这条街是马公最早形成的市街，无论是街景或是店家，都非常有人文风情。古代人们随着人潮聚集而挖凿四眼井，该井深约5.6公尺，直径约是1.8公尺，井口覆盖石板，只留4个圆形集水口，因构造奇特而得此名。据传四眼井逢旱年不干涸，原为优良饮水。后来因为受到污染，如今仅为洗涤用的水井了。不免俗的，来一颗茶叶蛋吧。第9站，澎湖水族馆。位于白沙乡的水族馆，2019年重新开幕。虽然跟屏东的海参馆相比迷你许多，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。这里有3大特点让我印象特别深刻。第一，海底隧道。这座海底隧道长约10公尺，展示的海洋生物可都是澎湖群岛半径200公尺以内的物种呢。
抬头一看，犹如置身海底世界，非常的梦幻。第二，大洋石位石秀，潜水员被鱼群环绕的样子，很像在海底与鱼群共舞。为什么潜水员要一直让它转圈圈呢？前面那个小姐那个闪光灯的补光灯记得关起来哦。我们红鱼平常吃太多了，有点胖，所以呀，就要让它进行转圈圈这个运动，让它多转几个圈圈才可以吃到饭哦。第三就是许多可爱的水母和色彩缤纷的热带鱼了。看起来好可爱哦！两个小青小孩，他们两个是这个尼莫长得很美耶。第10站，龟壁山地质公园。这里位于湖西乡北寮村北岸，从海岸望去会看到一座山壁，犹如趴卧的巨龟，因而取名为龟壁山。之后才将龟改为雅字的龟。人太多了啊，没有边。我们看那个哦，那也是底下的那个海底上啊，现在在海上啊。风太大，很难操作，这个好难。这里之所以被称为犹如摩西分海，是因为涨潮时潮间带会被全部淹没，退潮后才会露出这一条约300公尺长 S 型砾石步道。若要到龟壁山，必须趁退潮之时哦。据说登上山顶可以远眺周边岛屿，无论是白天赏景，晚上观星，景致都非常宜人。只可惜澎湖4月初的海风依然大得惊人，看大家都个个模样狼狈，感觉比较像在逃难，不像旅行啊。尽管这里还有玄武岩、海蚀地形等等可以探索，但碍于强劲海风也无心探索了。为了怕耽误登机时间，我们也就火速折返了，只能等下一次再来探险咯。最后聊一下这次入住的鹏城酒店，房间很有南洋度假风。我莫名喜欢厕所的花砖，前面的海景也很加分。早餐吃自助餐一点也不随便，楼下就是免税商店了。虽然疫情原因柜位开张的不多，但是可以买到酒也算是幸福啦。3天2夜的澎湖之旅就此结束了。这趟旅程让我对澎湖有更多的好奇。回头想想，我好像对台湾的离岛了解太少了。若要说对这趟旅行有什么遗憾的话，我想应该就是这个时候的风还是太大了。最重要的还是希望疫情赶快结束，让这些靠观光为生的人们可以恢复荣景啊！谢谢观赏，拜拜喽。这个那个男人海上雄姿。他是